这个今天是2021年11月那个5号那个我们今天是期中考前最后一次上课那我今天是要复习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考试就是考第一章到第三章。还有第零章呢，第零章第零章还有第零章。那期中考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大家再看一遍大家再看一遍好，那第一章我们就讲那个每一节的重点那这个大家都这个都知道那你要知道直接能系跟间接能系半导体遵守这个能量守恒跟动量守恒律这样那个什么叫直接能系半导体，间接能系半导体，那你要会解释，要会画图我们不可要自己画图还有等效质量定律等效质量定律，那silicon利孔这边胖胖的这边图也很清楚，silicon利孔胖胖的，等效质量是比较大质量比较大。那这个 OK， 那这个就是光电元件的这个特性图那这个光电元件这首公式也很简单这个公式现在这个5G 大电流快充都是要 wide band gap 的，给它 gallium 在快充5G 的高压元件现在高压元件慢慢的，不过我们上课不会特别教我们还是以消息机为主的那高压元件或者高频元件有特别的课有特别的课。你们有兴趣，你们再上高频元件或高压元件的课。好，那 V 等于谬 E 就要背加然后导一下V 等于 AT 嘛那加速度就是力，上面是力除以上质量那我们希望是我们觉得它电流会大那斯力孔的话，虽然模力不是很好，可是它同时有 P 跟 N 的好，那这就是活化能活化能就唯有silicon孔独有了，silicon孔专有就是活化能都很低，所以可以形成比较好的这个 N 费跟 P 费活化能都很低，然后所以它会完全游离，然后是电中性的电中性。然后接近这个还好，这个还好。那 MOSFET 这个原理之前讲过一次，然后第三章特别讲I 等于 Kp 平方，所以看到 Kp 平方这是什么？这是长通道的没有速度饱和，长通道的没有速度饱和那我们喜欢饱和区，对不对？电流就是由什么？这个 Vg 减 Vth 来决定，对不对？来决定那简单就是美简单就是美。好。那这是图示说为什么会饱和饱和的状态是怎么样好，那西莫斯，然后接下来摩尔定律嘛摩尔定律，然后要大概是7奈米电子波的物质波长是7奈米，然后一个例题算一下是7奈米然后这个例题要注意一下例题要注意一下。好，这微缩的一个图然后电阻电容器的公式好，那记忆电路有很多了非常非常多每一个产业都很可怕很可怕，现在股票涨乱七八糟，然后涨这些好，那再讲这个热制程热制程热制程主要就是热制程主要是都还好了氧化制程氧化物这个二氧化系就是工具人那这个用 dry oxide 就是直接通干氧通纯的氧气，湿氧就是通水蒸气，
我们要长比较厚的哈，比较厚的哈，就长这个长丝芽啊。那记住哦，最单晶系而言哦，它会消耗45%的硒，因为化学反应它会消耗45%。对多晶系而言，它会消耗100%，因为多晶系有晶粒，上面讲上面好过去算啊，它是有晶粒，对不对？那晶粒它会转，那整个都会去反应掉啊。好，那氧化物可以当很多的制成啊，这就不讲了啊，这不讲了。那最重要当 gas 啊 gas 啊 gas 啊，那你说 gas 我们说 gas 它现在15到50那50 N 嘛，如果你还是用 gas 在做的话，那这边还是会漏电啊，对不对？那没关系，漏就给它漏了，漏就给它漏，因为我们的收卷这个 IDS 是可以到 mA 的，漏这个漏电，刚刚有讲啊，那个真正的 off 不是 off 啊，就是这个漏电，有一部分也是这个漏电来的啊，所以 off 不是真正的 off。哦，所以 gas 会漏电，漏就漏了，没办法了，漏就漏，没办法。哦，那我们的横向的电流可以到mA，这漏电大概是10^8、10^8、9左右，所以可以接受。好，那这个叫热预算哦，斯莫巴减哦，就是说我们就是所有温度乘以每一道制成的所有温度跟时间全部把它加起来啊，合起来叫斯莫巴减。那么希望当然是这个也有所谓的瓶颈反应嘛，时间最长、温度最高那个会 dominate， 对不对？然后我们原则上还是全部加起来再整体考量了啊。好。那我们那个7奈米的热温法解就很低很低，所以我们到下学期的课程会讲很多低温的制程啊，很先进的一些方法，那温度是低温的，因为就要降低石墨八解啊，因为有石墨八解的问题，它这个受卷都平会乱跑，那这等效的 L 哦，你就不是跟你设计的一样哦，比如说设计的是要这样，结果它over diffusion 的话，over 石墨八九就会变这样哦。原本 L 这边是0.1，就这边变那个0.05，就跟整个电路特性跟你预期完全不一样。好，再也有 drive in 哈，4点探针哈。好，那金属细化物这蛮重要的哈。那这个现代的制程都一定要做哈，这是蛮大一个突破哦，蛮大一个突破哦，近十几年来蛮大一个突破哦。好，再来讲微影哈，微影的话有正光组、负光组了哈。那正光的组成的我就不太讲了哈。那上光组要做一些什么硬考、软考那些，我也都就不讲了啦哈。这个考试也不会考到这么细节了哈。好，好，那现在这个还好哈，这个讲过了哈，这做 gate 去光组的方法。那现在都把上光组跟曝光机合在一起了哈，曝光机合在一起，10年前就这样了啊，现在当然更进步了啊。我们现在讲步进机啊，不管是之前的 EUV 哈，之前 DUV 到现在 EUV 都是结构都是这样，只是光源不一样啊，光源不一样。然后我们都用倍缩光照啊，倍缩光照，因为这是母片嘛，母片用电子束微影制作做，可以做得很精准，可以做的误差很小很小很小，可以到 N 双的等级。所以这个做大，我投影下来的话哈。那个失真率比较小，做1:1的容易，反而这个容易那个失真，做4:1比较不会失真这样子。好，那解析度要背一下哈，那 K1，怎么来说 K1 我也搞不清楚，这是系统常数啊，这课本也就这样写啊，这样写谁知道这是啥？好 ，NA 叫数值孔径，它也是这样写，我也不知道这是啥。关键就是波长，波长越短，解析度越高了，好不好？然后波长越短，这后面呢引入那个浸润式微影啊，浸润式微影后来直接浮体抽新换波长，然后在 OPC 修正就是说
你没有修正的时候，你铺出来不是漂亮的 LC，修正完以后才会铺出来漂亮的 LC，因为这个光会绕射啊，哦，光会绕射啊，哦，光会绕射效应。好，再来，微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电子束微影啊，电子束微影啊，电子束微影啊，电子束微影就是主要是绝大部分就是来做光照了，那少部分呢是 R&D 来使用哦，它就是 R&D 直接它就叫 direct patterning， 它不要光照了，它直接可以读那个 GDS 档，就是光照的专用的图档，它直接曝光了，它不要光照啊。好，基础的电浆制成哦，这三个了哈，这三个电浆制成啊。好，那离子布置，离子布置也是很重要的应用了哈。这20年来很重要应用，以前都用扩散，现在离子布置啊，离子布置。那离子布置有一些组织的机制哦，还是要会哈。那离子布置这个公式要背起，最好背起来了哈。有东西太多可能背不起来，不可嘛哈。那你要知道，我们就是用剂量跟能量决定它的浓度跟深度这样子啊，布置的剂量跟能量啊，决定它的深度。好，这能量就决定它深度了哈，决定它深度。哦，他说这是个椭圆球嘛，哦，bin direction 啊，就是这边切它的横截面，它是椭圆，它这是 side position 啊。好，那我们那个因为如果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的通道效应啊，通道效应。那减缓通道效应的话，就微核就是让它倾斜7度角，啊，那或是也可以加5到10奈米的 screen outside 哦，让它那个减少它的离子通道效应。通道效应就是说会打太深呐，会打太深呐，啊，会打太深。啊，我原本预测它的浓度峰值在这里，如果通道效应你没有去做的话，它峰值搞不好跑到这里了哦，那你的浓度这个位置就不准确了啊。好，啊，这个轻的离子轰击就会跑得比较深，重的离子轰击会跑得比较浅，这样子。好，那离子布置完 RTA 活化哦，RTA 有2个功能，一个是晶格的修复哦，另外一个叫活化，让豆饼占据晶格点的位置，才能释放电子跟电动。好，H 的话，H 的话就是你要会知道干蚀跟湿蚀科啊，化学性蚀科啊跟物理性蚀科的基本的比较，然后最后面这集大成就是反应性离子蚀科啊，反应性离子蚀科。那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是这个反应性离子蚀科是原理是这个啊，好。那是蚀刻的过程啊，这是过程啊，这过程啊，这是过程，原理是这个啦，原理在这里啦，啊，原理啊，有物理有化学，然后最后面物理加化学，啊，这是流程。好，好，CVD 的话，它就是不消耗那个，它跟那个阿塞氧化 thermal growth 的它是不消耗硒不消耗硒。那 CVD 用途也很广啊，用途也很广用途也很广。好，然后很多的介电层的隔离呀或者说 cell change isolation 都要用这种 CVD 的 oxide CVD 的也可以用长 CVD 拿出来了。其实现在 CVD 连金属都可以用 CVD 了CVD 好，那 CVD 的原理是在这里原理是在这里要记一下。如果考原理就是考这个，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大部分早期有很多种 CVD 啦，但是我们现在要求 IC 的品质要很高，所以都是用 LP CVD 低压的啦，低压就叫抽真空了抽真空的 CVD 低压的。
低压代表它就是什么都比较好，唯一就是时间比较慢而已啦，成长的时间比较慢，但是我们是要求品质慢一点没关系，好，有 PCBD 其实它其实也是跟撸管的改良款的撸管的改良款。PECVD 如果我们要长后段的那个interlayer die entry 或是 intermetal die entry 我们就会用这种 PECVD 更快。反正我只是要长很厚要隔离隔离的阿塞或隔离的耐出来我们就用 PECVD 做，这更快。品质不好没关系我长很厚是要绝缘而已或隔离平坦化我长厚长个1 micron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后段制程尽量就会用 PECVD 的，前段用 LP 金属化制程的话，主要就是用 sputtering 渐度渐度渐度这 series 重复了啦那 LD 也蛮重要的LD 也蛮重要的这原理要会解释原理要会解释原理要会解释好那 L1我们不这个就不考了这个不考好，这个有空你们这个有空有需要以后再摸啦有空有需要再摸，不会很难的。我那个操作部安装操作步骤我都写的非常非常详细，你要 step by step 就会了。好，那现在讲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就是材料分析材料分析。那现在巴尔制程材料分析这很重要要想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就是你现在没有那个材料分析，你巴尔制程你就没有眼睛去看以前那个 micron 等级，你用光学显微镜看一看就好了。那个制成那个容忍度都很大现在不行现在都奈米尺度了，都好可怕，都是要用好多分析仪器那第一个是 SRD 主要看这个薄膜的结晶干薄膜结晶。然后一般那个晶体十晶格，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十晶格。就是这个十晶格怎么来的？第一个是用猜的，后来就是说用那个 S-ray 绕射法有一系列的很严谨的证明可以用这个 S-ray 的导晶格去证明出十晶格的关系。其实他们就是傅立叶跟反傅立叶转换，很厉害这至少是物理学家很厉害，很恐怖100年前的厉害那一样它的原理很简单最简单来讲，它原理是2D3。2倍光程差等于 n 浪达是建设性干涉这样子，所以它主要看有没有结晶如果有 pick 的话，就是有结晶。那不同的结晶的材料结晶的薄膜，它有固定的在某个角度会有一个 pick， 所以它可以当一个指纹可以当一个指纹。那它也可以看那个也可以看2D 的绕射点可以看2D 了。你要看2D 薄膜绕射点也可以。那我们通常看 1D 的就可以了，大家在半导体大家看 1D 就可以了那 SPS SP 就是 X 光电效应你背这个会更清楚不要被这英文字被迷惑，它就是 X 光电效应。我就打高能量的 X 光把里面的电子全部给它打出来，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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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对应它不同轨域的电子我可以做什么？那这个也可以做元素分析做元素分析，但是不能做结晶因为它打出来，你有没有结晶，它都会打出来对不对？我说它不能做结晶分析，它只能做什么？这个成分的分析，还有一些间接的分析因为某些化合物比如氧化哈 H2O2，它跟氧跟哈如果有那个互相共享电子的话它的间接形式的
binding energy 跟单独氧的 binding energy 也是不一样的。也可以做这些材料分析跟轨域的分析轨域的分析这样子比如说 TiAlN 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些金属常用这个金属常用这个金属它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做材料分析嘛那确定它有 TiAlN 确定它有 TiAlN。好，再来做那个拉曼光谱学拉曼光谱学这是打低能量的雷射光低能量雷射光 ，SPS 是打高能量的 X 光所以它会把电子打出来，那这个是什么都不会打出来这是本身自己的入射光跟散射光弹性的散射光的改变里面什么东西都不会打出来，但是这个散射光会被这里面的振动模式去影响被里面的振动模式去影响被里面振动模式去影响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石墨烯跟石墨2维的石墨烯跟3维石墨它的拉曼光谱不一样因为它的那个晶体的晶体这个晶格的振动的形式不一样，就导致入射光的低能量入射雷射光跟反射的雷射光它会被这个晶体里面的振动这个生质的振动形式所影响那公式就是在这边考open book你们就自己背起来解释好，那拉曼光谱很好用很好用，可以看很多东西那也可以看很多东西你可以比如说举3个例子这样子拉曼光谱的应用好，那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最重要就是SEM 跟 TEM 还有 TEM 再加的附加功能 EDS 那个穿透式电子显微镜是电子穿透，不是穿隧不是穿隧不是穿隧不要搞错了，是穿透所以它入射电子的能量是很大的，很大，它会穿隧所以它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看微结构，因为电子也是物质波嘛，对不对所以它也可以也类似有 X 光的这个绕射的这个特性如果你这个，比如说你的细则是结晶的，你就可以打出这个有序的图案，只要是有序的这个导晶格图案就是有结晶，无序的就没结晶。你看一看就是有序嘛，有序就是代表有结晶对不对有序就代表有结晶好，那这是 ETN EDEX 那这个非常强的工具非常强悍的工具早期没有发明这个 EDEX 的话，我只能干什么？大概只能看这个薄膜结构那个也许晶格样子稍微品质可以稍微分析一下是什么东西，我就要猜猜看分布是怎么样。那现在结合 EDEX 它就是会发出特征的 X 光的谱线你可以分辨这个 TEM 里面这个是什么材料这个是什么材料这样子非常非常强悍的工具非常非常强悍的工具那这个因为我们是高能量的 X-ray 嘛，对不对？讲错，高能量的电子嘛，高能量电子，所以它会打到材料里面的电子打到材料里面的原子，比如说打到硒但是硒的话又不够强到它会出去，它会跳到那个激发态再回到 ground state， 所以它会发生什么？发射特征的谱线，就是 energy dispersive 能量损失能谱它就会掉下来嘛，能量损失能谱就这个意思这个 TNEDS 对半导体来讲，其实有时候比 SPS 好用有时候互补啦，有时候 TNEDS 有时候不是可以把元素拍得很清楚的话那时候我们就会去送那个 XPS 这是可以互补的，有时候你 TN 比如说某一区怎么拍就是拍不，明明有那个元素你就是拍不到。
那你这时候只好再去送 SPS 啊，SPS 啊，SPS 是看元素真的很准啊，元素有没有这个元素哦，这个以及它的国域会很准，但是某国域的电子会很准。但 TN-INDEX 是可以连那个元件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都可以一起看出来，材料加结构，然后加尺寸，SPS 没有办法看尺寸的。那个 TN 的资讯，TN-INDEX 的资讯比较多，所以绝大部分半导体研究都是 TN-INDEX 比较多。那我们这边不好意思啊，老王卖瓜，举我们自己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不教了哈，这个就不教。AFM 我不考，我再讲一下啦。AFM 就是扫描探针显微镜，我这边都写得很清楚，你们就自己看了啦哈，自己看了啦。那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 tapping mode 啦用 tapping mode 这样子那如果你扫描是探针显微镜，再加一个导电，可以量测它导电率的话，如果你材料是有的地方有导电，有的地方没导电，你就可以分别出来，比如这有导电，这没导电比如说一些压电材料、铁电材料那你就可以做这种的分析，就是说它有些地方导电率不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做这种 conducting AFM 的应用这样子像压电材料就可以做这样子或铁电材料都可以做好，这是我们以前做的啦我也是老王卖瓜啦你看我以前2004那时候还没有 IDEX 2014没有 IDEX 就只能看那个我们来看 AFM 这边也是跟大家要有信心啦，就是说跟教给你们这个就是实战要需要的东西就是杀那个 AK-47手榴弹火箭筒地雷急救包都给你这真的是实战要用的又不会发什么芭比娃娃给你对不对？或是米奇米妮一堆这样子给你，都是直接给你武器，给你那个炸弹的。好，二次离子质谱仪二次离子质谱仪就是说我们通常要看那个 doping 的纵深分布虽然说理论是可以算，可是我们实验上还是要知道这个半导体掺杂的纵深分布嘛。那纵深分布怎么办？那我们就拿一个更重的更重的把它打出来，通常是用阿港啦，阿港把里面这一层通通打出来那你比如说就把砷打出来，因为阿港会一层一层打，一层一层打，阿港比砷重很多就好像拿一个大铅球去砸细晶片，一直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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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把那个它的掺杂的纵深打出来这叫二次离子质谱仪。二次离子嘛，一次是一是阿港，二是什么？就是这个砷所以为什么叫二次离子质谱仪二次离子质谱仪跟扫描电子显微镜一样是二次电子的显微镜嘛，这是二次离子的质谱仪。那这个主要其实它当功能很有限就是看掺杂的纵深分布，就是看掺杂的纵深分布好看那个掺杂的纵深分布而已。好，所以好啦，那一样我们 AFM 跟二次离子质谱仪就不讲了，好不好？就不考了，好不好？那以后这个也不考好。好，第三章的话，第三章刚刚教的我就不讲了今天早上我已经特地在复习过了就不第一节课就特别复习过，就不再讲了。我讲那个自成整合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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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OS 的自成整合部分分成前段跟后段嘛分成前段跟后段就是说没有碰到金属以前的这叫前段它要保持绝对的干净通
通常我们讲，无尘室定义这 classroom 等级是1、10、1000这样子啊。那通常那个，应该现在12寸场 class 是，我不知道我那个定义我已经忘了啦啊，那个没关系，忘了也没关系了啊。就是说它好像每多少立方的单位面积之下，那个污染物的粒子是多少？如果是1的话，就 class 1。哦，那前段制程大概在 class 1到 class 10的，那是 class 1000以上了哦。那这全身就要包紧紧的这样子哦。好，那一开始要做就 change isolation 嘛，就是需要 change isolation 啊。那现在都是用LPCVD 这样的啊，我们前段还是尽量不用 PECVD 的啊，PECVD 还是比较多污染因为电浆你要产生电浆源嘛电浆源本身也是可能是个污染源，我们用 LPCVD 把它填进去，再把它磨平然后做紧制层做紧制层，因为我们买来晶片里面的掺杂浓度可能不是我们预料的所以我们自己做这个紧制层，自己做，然后做2个紧制层然后活化，然后给它晒，对不对？再做给它晒，然后再做2趴跟 P8 玻璃，现在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做2趴 P8 玻璃？为了什么？那个临界电压要对称 ，VTN 等于 VTP，对不对现在就很清楚了要完美的对称这海鸥图要完美的对称，要完美的对称。好，然后就10颗 gate 嘛，再做 LDD，做 LDD，那 LDD 通常是重掺杂40的20LDD 呢它的1/10到1%这样LDD LDD 是自我对准的制程离子布置都是自我对准的非常好。那我们要做一个小耳朵这个 spacer 小耳朵才能做出 LDD LDD。那为什么要做 LDD 呢？没有 LDD 的话你就做以前的做法，它这个峰值的电场会太高只有做 LDD 的话，它峰值电场会下降，但是电压差还是一样的就这2段的电压差还是一样的面积会一样，记住蓝色面积跟红色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它电场的最大值用 LDD 把它平滑化把它压下来平滑化好。那最后做接下来做那个台式力塞制程台式力塞制程降低那个收 drain gate 的接触电阻不做这个的话，那个接触电阻会太大会太大这个太大那钛只跟细反应，因为钛的晶格结构跟细很接近所以细就怎么样被骗了，你知道吗？细就呆被钛骗了，就跑去跟它反应这样子那在反应之前我们要在钛上面盖一层那个 TIN 的 capping layer 让钛跟细反应更完全这样让钛盖个锅子，让钛质往下跟细反应那细粒孔就呆的就被钛骗了，因为他们2个细粒孔是钻石结构，钛的结构也很像那个细粒孔的结构，就被骗了，细粒孔就被骗了，你知道吗？就跟它间接起来了。好，然后再把钛去除，最后面就是做那个后段制程。后段制程的话，开始就要做N0嘛，Tungsten plug。那做物之前还真麻烦呢你要先做钛 TIN 跟 W 这是什么原理就自己看了然后接下来做 Metal One 用铜用铜早期用铝，后来发现铝有很多问题嘛，铝会很容易扩散，会形成尖端的穿破这样 spiking 所以用铜制成用铜制成好，那铜制成没有10颗，很令人麻烦，是铜制成没有10颗，可是后来可以用 CMP 磨掉，沉积上去用磨掉的方式用磨掉的方式
所以现在都是用同质层。那同质层它一样跟钨一样哈，它好像它也要有保护金属啦，在哪里？Ta 跟这个这个是钛，那个在哪里啊？Ta 嗯，哦对，在这个哦这个 Ta 哈，这个粘合层，如果你这个铜是当这个 metal one metal two 的铜的 plug 啊，铜的 plug，你也要做这个要做那个 TATITAN 在铜哦，要做成三个材料，这个三个同心圆这样子的材料哦，跟那当时跟 plug 是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上铜，那以后的都金属连线会很多了，现在金属层会做到复杂，会做到7、8层去这样子啊。然后最后面再做最后做一个氧化层啊，磷化玻璃的氧化层的这个耐出来的抗水汽的保护层这样子。质地的最后再去封装哦，最后再去封装，所以到这边都是镜片，然后就封装就会变封装成像蟑螂这样的 IC 这样子，好，好，那就是 summary， 你们自己看啊，考试就是考到56页啊，那我们就简短复习到这里哈。那记住哦，就10月11号下礼拜同上课时间哈，然后我们考试Open 37everything 实地考试啊。那原则上就是 Chapter 2没教，就是 AFM 跟 Sims 跟后面补充资料那个算了，那就不考了就不考了好。那11月18号就改为实体上课教育部最新规定从今天开始来必须通知大家就今天开始要改实体上课。好，那这个下礼拜要记得来期中考然后大家要通知大家你不要故意不通知你室友，故意不通知你实验室同学原来上课很多人会很白目真的很白目也不会去问，然后好像自以为自己是宇宙王这样子万物之王，大家都要跟你讲这样子好像人家欠你这样，不是念研究生自己要主动出击3不5时要问人家，最近真的那门课，那老师在搞什么鬼要不要考试来，最近实验怎么样设备怎么样量测机台怎么样自己要去问不要自己幻想自己是宇宙王万磁王什么的，金刚狼什么的没有人会理你好不好？现在到研究所比较清楚了吧？以前大学都耍2虎8弯，现在到研究所知道苦了吧？没有人会理你自己要自我成长，自我加强自立自强好，OK。